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大力水手》来了，简直是要毁童年啊！您见过重口味的大力水手吗？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话说有位母亲生了一个畸形的男孩，夫妻俩看着儿子十分的可怜，发誓一辈子要对儿子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儿子其实是个狠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的2只手越发的肿大，他几乎交不到同龄的朋友，还经常被霸凌。终于有一天，男孩的野性被激发了，瞬间把那些同龄的孩子打得鬼哭狼嚎，有的直接死亡，有的是重伤。为此，他们的家长找到男孩的父母算账。为了管教好男孩，父母只好把他关在地下室禁闭着。但是那些家长并没有因此放过男孩一家。在某天晚上，他们群起而攻之，并且放火烧掉房屋。男孩的父母没能逃出火海，男孩看着父母被烧死，他无能为力。最后他逃了出来，然后跑到湖边。所有人继续追杀男孩。当他们来到码头时，看见男孩渐渐沉入湖水中，周边泛起一阵诡异的浓雾。后来人们叫他大力水手，至今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时间来到现在，3个年轻人来到湖边拍摄大力水手的小视频。他们是视频博主，因为在网上的播放量近来急剧下滑，为此他们才来湖边碰碰运气，希望拍摄到传说中的大力水手的视频，那样他们就会爆款。不久，杰克发现湖面起雾，他十分了解那个传说，这意味着大力水手随时会出现。于是他们决定今晚不走，就在这里继续拍下去。很快，阿杰和女友玛丽进入到镜头里，开始渲染气氛，把大力水手的传说讲述了一遍。接着讲述近来附近有人失踪了，人就估计是大力水手的鬼魂干的。突然，白发妹走神了，因为她看见树林里似乎有人影。于是他们分成2组，杰克和玛丽去大力水手的老宅拍摄，而白发妹拿着设备就去周边收音，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哪知道这对情侣到了地下室，玛丽开始发情缠着杰克不放，哪还有心思拍摄视频。与此同时，白发妹来到湖边，她听见一些怪声，吓得把耳机摘下来。其实对岸站着一个人，手上拿着铁矛。很快，大力水手出现在白发妹的后面。3、5几下，大力水手就把白发妹的脑袋踩着稀烂。这是要多大的力气才能办到啊？地下室的2人还在卿卿我我，大力水手突然冲了进来，先把玛丽干掉，接着无处可逃的杰克被大力水手堵住。没想到杰克竟然还能反抗，可是他准备爬上地面时，大力水手抓住杰克的小腿拖了下来，然后用双手死死地摁住杰克的脑袋。哎呀，杰克的脑袋就这样活生生的被挤压而产生爆裂，杰克就这样去领了盒饭。传说中的大力水手重返人间，画面一转，艾琳夫妻正在商谈如何处理大力水手老宅子的事宜。本来这栋房子不是他们的，是艾琳的老朋友在去世之前把这栋房子送给他的。现在艾琳一家陷入财政危机，老公皮特希望把这栋房子卖掉，缓解一下家里的资金危机。然而艾琳坚持不同意。这时女儿小乔走进来跟父母告别，她偷偷拿了湖边大力水手的那套房子的钥匙，要干一件大事情，那就是把湖边的大力水手的那套木屋重新装修一下，布置成恐怖鬼屋的景点，好从中赚点钱。小乔于是就和男友小帅邀请了好几个好友一起去帮忙，当然他也会付一些工钱。随后小乔一行7人分成2辆车前往湖边的大力水手的老宅子。12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湖边的小路，小帅的这辆车差点撞到了喜欢钓鱼的大卡，随即大卡站起来斥责他们。You not heard the rumors about that place? What, like the kids' campfire stories and shit? Unbelievable. Do not go near that place. Seriously, word of warning. Stay out the fog. It's lethal. 对于大卡的警告，小乔和小帅都无所谓。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个大力水手的故事也就是个传说而已。不久，大壮所开的车子先到，他就想进去看看，而且在围栏边还放置了一把斧子。卷毛觉得这个地方有些阴森，不太敢进去。这时小帅开车赶到，小乔表示会有惊喜给大家的，于是就带大家走进后院。原来小乔搞来按摩浴缸，这下所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多住几天，否则这里就太艰苦了。
不过小乔表示这里大部分区域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反正也就是几天的功夫，大家也就无所谓了。这里的景色非常漂亮，湖边白雾弥漫，大力水手拿着铁矛从游轮上走下来，身上有血迹，看样子他刚刚解决游轮上的人。到了晚上，小帅洗完澡出来，发现小乔正在使用手机。小乔表示这一带只有几个特定位置能收到信号。他看见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都会有大雾，也就是说白天工作的时间会变短。这下小乔紧张了，这跟他的预算完全不一致，于是就想让大家今晚就去加班。与此同时，大卡还在湖边钓鱼，这家伙钓鱼的瘾十分大。不久附近起了大雾，大卡有些慌张，站起来仔细的观看。自从大力水手重返人间后，见人就下狠手啊！随后小乔就把加班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在西方世界要人加班干活，这是很难的。还好得到黑发妹和小帅的力挺，加上小乔的母亲艾琳曾经是大家的小学老师，这样大家就不去计较了。另一边，艾琳夫妇还在商量如何处理房产的事情。这时邻居拿着报纸进来，因为上面披露近期已经有好几个人死在那栋老宅子的附近，大家都在怀疑大力水手回来。此时艾琳也发现女儿小乔一直没有回家，不过她还不是很担心，就让邻居明天再来谈这件事情。很快小乔他们忙碌起来，突然陌生的女人前来敲门，大家都被吓一跳。小乔把门打开，这个女人似乎有点精神不正常。 He's not gonna like this. Any of this. If you leave now, we won't hurt you. What are you gonna do? Yeah, what are you gonna do, bitch? 大家都听得一头雾水，黑发妹首先就被搞烦了，然后把疯女人赶出去。要是他们知道疯女人口里的她指的是大力水手，我想他们打死也不敢再待下去。小乔心地比较善良，于是追出去想问候一下疯女人，万万没想到她竟然诅咒小乔。You're the one. He's coming to get you. 随后大乔回来告诉大家，今晚加班结束，大家各自找乐子去了。大壮就找机会跟大波妹鬼混，哪知道大波妹竟然逼着大壮去跟黑发妹分手，大壮自然不肯了。本来他就是跟大波妹只是玩玩而已，两人闹掰以后，大波妹就把这件事发短信给黑发妹，然而白雾泛起，大波妹顿时感到不安，可是转头看了一圈，好像也没有啥，于是继续在浴缸里泡澡。哇塞，大波妹就这样去领了盒饭。大力水手的大胳膊的确强壮啊。这时疯女人出现在大力水手的身旁，还在鼓励他，说他期待的时刻到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小乔发现大波妹失踪了，大壮就撒谎说他家里有事，急匆匆的回去了。大家也就相信，卷毛想约金发妹一起玩，但是遭到他的拒绝，于是气得一个人来到湖边小码头坐着发呆。突然从湖水里冒出一个铁矛扎在身体上，然后大力水手出现在他的身后，活生生的把他的脊柱拆了下来，接着把脑袋扭断。哎呀，这家伙极其的残忍。黑发妹才收到大波妹的短信，这里才有手机信号，气得他转身就跑。大壮赶紧追了出去。与此同时，艾琳发现大力水手的老宅子的钥匙不见了，加上他们已经有24小时无法联系上小乔，于是跟邻居商量后，必须赶到湖边的老宅子才行。大壮就和黑发妹就在卧室里大吵一架。大壮发誓自己要娶的人是黑发妹，可是黑发妹依然不肯原谅他，然后气呼呼的走了，留下大壮一人在房间里生闷气。突然一阵白雾泛起，也不知大力水手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用强力的手鞭着大壮的脑袋，朝着木杆的断裂处移动。几秒后，木棍插入大壮的眼眶之中，他就这样去见上帝了。黑发妹就在外面伤心落泪，他无意中看见一把长柄斧把他们车子的轮胎扎破，他顿时意识到不好，赶紧返回卧室找大壮。他看见了可怕的一幕，接着大力水手出来吓唬他玩，黑发妹赶紧跑进树林，然而他却掉入陷阱里，黑发妹被渔网困住，动弹不得。突然大力水手开着离地机出现在眼前，哇塞，这是要干嘛？只见大力水手开着车子冲过来，黑发妹被离得粉碎啊！
那简直是番茄汁四射，残肢乱飞啊！黑发妹的尖叫声惊到了小乔等三人，因为他们发现屋里没剩下几个人，就出来看看。他们循着声音跑过来，看见了残忍的那一幕，吓得转身狂奔而跑。金发妹半路上被绊倒了，大力水手出现在她的身旁。就在这时，一辆车来到，正是艾琳夫妇和邻居赶到。金发妹也不想知道是谁，赶紧跑了。大力水手暂时藏起来观察一下情况。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大力水手出现在女邻居的后面，用绳子活生生地勒住她的脖子。艾琳夫妇竟然看傻了，一动不敢动，直到女邻居的眼珠掉下来，大力水手才松手。皮特拉着艾琳赶紧跑，路上艾琳告诉老公，大力水手回来了。不久，他们和小乔以及小帅相遇，弄了半天死去的女邻居就是小帅的母亲。这下小帅也不知所措，只好跟着他们跑吧。金发妹转了一圈，他跑回来想开车就跑，可是被大力水手直接把车子掀翻，这家伙的力气真是大了。接着点燃了泄漏在地上的汽油，金发妹就这样去见了上帝。爆炸声惊动了小乔一家人，他们再也不敢在外面乱跑，还不如躲进老宅子里，然后把房门锁死。然而他们忘记关闭窗户，疯女人闯进来捅伤了艾琳和皮特，接着要把小乔献给大力水手，因为她是大力水手的姐姐，当年她也是无能为力。为此，他和小乔趁机用汽油桶把疯女人打倒，和小帅一起救出艾琳，然后互相搀扶着逃到了树林里。疯女人一直追着不放，小帅最后下了狠心，用打火机点燃了疯女人身上的汽油。几分钟后，疯女人就被烧死。没想到这时大力水手出现了，先是把艾琳勒死，然后把小帅打倒在地，不停的摩擦再摩擦。小乔一看这不行了，立即跳上旁边的离地机。小帅趁机把铁锚上的铁链拴在大力水手的脚上，然后一时间把大力水手拉倒。接着小乔开着车子冲过来，这个恶棍终于死在机器之下。小帅和小乔以为自己获救了，其实大力水手是打不死的。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我认为本片拍摄还行吧，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这部片子就是看个乐子而已，故事情节极其的简单，也不绕来绕去，满片的番茄汁味。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